使用 Hermes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整体来说，Hermes 确实明显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不过，在深度使用以及一些比较复杂的环境下，还是会遇到一些体验不够顺手的地方。所以我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使用体验。为了提高使用时的专注度，减少来回切换窗口的频率，我的想法是把 Hermes 的默认 agent 作为一个主入口。也就是说，在这个 agent 里面，可以直接和其他 agent 对话，包括 Hermes 自己的 agent， 也包括 Claude、Codex 和 Gemini。这部分是通过修改 Hermes 内置的 TUI 实现的，使用起来整体逻辑和常规聊天软件比较接近。不同 agent 的回复也加了名称标识，方便区分。主 agent 可以识别所有子 agent， 知道他们分别擅长做什么。当任务比较复杂时，它可以自动把相关任务分派给合适的子 agent。同时，它也知道 Claude、Codex 和 Gemini 这三个大模型各自更擅长什么，可以通过 Delegate Task 给他们分派任务。不过目前 Hermes 还不支持在看板中直接使用三大模型的 CLI。另外，我还在 Status Line 上加了一个看板任务计数器。看板是所有 Hermes Agent 共用的，所以这个计数器统计的是当前所有正在看板中运行的任务数量。当所有任务都执行完成之后，计数器会归0，这样就能知道任务已经全部结束，可以去查看结果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任务进入 block 的状态，仅靠计数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又加了一个 Events 面板，输入 Events 命令就可以打开。在这里可以看到看板任务的最终状态，也可以看到 cron job 执行的结果。受限于 TUI 和终端本身，能修改的地方和实现方式其实都比较有限。如果想要更好的多 agent 可视化协同体验，可以使用 Tmax。这里推荐一个工具叫 Holder， 它是基于 Tmux 实现的。相比原生 Tmux， 它最大的改动是可以用鼠标切换 Panel 和 Tab， 并且能更直观地显示 agent 的状态。不过，这个场景我在实际使用中用的并不算多。如果是开发项目，我通常还是会选择 IDE 加大模型插件，而且现在 VS Code 也可以接入 Hermes 了。下面分享一下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一般来说，使用 Claude、ChatGPT 和 Gemini 这三大模型，很多人都是通过订阅套餐，但订阅套餐通常没有 API Key， 所以没办法直接接入 Hermes。虽然 Hermes 支持通过 Google AI Studio 登录使用 Gemini， 也可以通过 Codex App Server 使用 Codex。不过现在这些套餐都有额度限制，高强度使用时很快就会用完，但在高难度任务和开发场景中，又经常不得不使用这三个模型，所以我就考虑把它们整合进 Hermes。整合方式是让 Hermes 调用各个模型的 CLI， 当然也可以直接通过命令行传 prompt， 但这样每次都要冷启动 CLI 进程，耗时会比较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参考 IDE 插件实现形式，通过 CLI 的 ACP 模式或类似的实现，在 Hermes 运行期间，尽量只启动一个实例。Hermes 通过 TCP 协议使用 JSON RPC 和 CLI 进行通信，这样既能保证绘画连续性，也能避免每次对话都冷启动 CLI。具体实现上 ，Claude 是通过 Stream.json 实现的 ，Codex 复用了官方的 Codex App Server。目前 Antigravity CLI 还不支持 ACP 模式，所以每次仍然是冷启动。不过可以通过传递 Conversation ID 来保持对话连续。上面的这些实现我都封装成了 Python 脚本。Hermes 启动时执行这个脚本，退出时结束对应的进程。如果要切换 Workspace， 在启动脚本的时候加上 workdir 参数就可以了。Hermes 要和 CLI 通信，还需要把 prompt 分装成 JSON， 然后通过 TCP 传过去。所以我写了3个 scale， 分别对应3个 CLI 的分装进程。Scale 负责封装请求，并把 prompt 发送给 CLI。同时 ，Scale 内部还集成了 fallback 机制，如果检测到 CLI 进程没有启动，就会自动降级，走命令行冷启动。那 Hermes 的多 agent 之间是怎么实现对话的呢？ Hermes 的 agent 之间默认是相互隔离的，不能直接对话，但每个 agent 都有自己的 gateway。Gateway 内部有 API server， 一般 Hermes 的各种第三方 UI 都是通过 HTTP 调用这些 API 实现的。这里也是同样的逻辑。主 agent 通过发送 HTTP 请求，把 prompt 传给其他 agent， 各种通信方式都解决之后，下一步就是让主 agent 知道有哪些可以通信的 agent， 以及应该怎么和他们通信。为此，我给 Hermes 写了一个 plugin， 它会把 agent 和 CLI 的信息以及对应的连接方式写入 Hermes 的配置中。插件初始化时会检索本地配置，注册 sub agent 和 CLI 的信息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
调用层再通过工具类读取配置，封装信息，然后调用 Gateway 接口或者调用对应的 Skill。完成之后，主 Agent 就能读取配置，知道有哪些子 Agent 和 CLI 可以使用。通过一段时间的对话之后，主 Agent 也会记住他们分别擅长什么。下次面对复杂多模态的复合任务时，主 Agent 就可以自主判断，把任务更精准的路由给最合适的 Sub Agent， 或者直接分派给对应的 CLI。交互层面是通过修改 TUI 代码实现的。用户输入 at 之后，原本 panel 里显示的是 Git 相关命令，我把这里改成了可以通信的 Agent 和 CLI。Prompt 发出去之后会解析内容，判断是走 Gateway 接口还是调用 Skill。看板任务的监控比较简单，就是周期性调用 Hermes 的看板命令，然后解析输出。如果任务执行完成或者进入 block 的状态，就把信息写入本地数据库。打开 Events 面板时，再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并显示出来。由于 Job 是每天周期性执行的，所以我不太需要关注执行成功的状态，更需要关注的是失败情况。Cron 文件夹下的 Jobs.json 是所有 Job 的配置文件，里面记录了 Job 最后一次运行的状态。只要周期性读取这个文件，就能监控到执行失败的 Job， 然后把记录写入数据库就可以了。受限于 TUI 和终端本身，能修改的地方和实现方式都比较有限。如果要追求更极致的多 Agent 以及各种工具之间的协同合作，下一步可能就需要脱离 CLI， 单独做一个本地 GUI 客户端。Hermes 里面通过终端 CLI 或 TUI 创建的 Job， 因为没有服务端，所以执行完成后的结果没办法直接投递出来。当然，也可以投递到已经配置好的聊天渠道里，但在手机端的聊天软件上，结果通常不能被很好的渲染。为了更好地展示 Job 的执行结果，我搭建了一个轻量级 Web 站点，服务会自动定期扫描 Job 的持久化输出，序列化之后再提供给前端。前端可以根据数据类型选择合适的渲染组件，比如 Markdown 渲染、Chart 图表等等，配合内网穿透工具或者直接部署到云端，就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终端上随时查看。最后分享一下内容搜索和数据抓取。在生产力场景里，大模型的联网搜索和抓取能力非常关键，它可能会直接影响 AI 工作结果的质量。Hermes 自带了几个搜索和抓取工具，但主要是使用第三方 API， 比如官方推荐的 Firecrawl， 这类平台大多会提供免费额度，但如果是高频使用或者深度使用，免费 Plan 很快就不够用了，这时就需要额外付费订阅。这类工具最大的优势是已经集成在 Hermes 里，所以会被优先使用。我自己已经订阅了 Gemini 和 Codex 的套餐，它们都自带 Web Search， 在专业方向上的效果也还不错。而且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封闭，传统搜索引擎能搜索到的内容其实已经打了不少折扣，所以这两类能力可以配合使用。在面对某个技术深度调研或者科学研究任务时，往往还需要直接到特定站点做结构化抓取，所以浏览器自动化也是必须的。我用的是官方推荐的 CamelFox， 它比较轻量，内置了反爬虫检测和搜索红，执行效率也不错，主要用来做 Headless 浏览器的数据抓取。但如果面对反爬比较强的网站，或者需要登录才能浏览的网站，还是得使用 CDP。默认的 CDP 出于安全考虑，通常会加在新的 profile， 这种方式有概率被拦截。最稳妥的方式是使用 CDP 控制日常使用的浏览器，这样可以复用浏览器现有的 session、cookie 和指纹特征，基本上可以绕开大多数检测，也省去了维护账号登录状态的麻烦。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自动化脚本直接操作主浏览器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这里推荐一个开源 skill Web Access， 它可以根据场景动态选择最合适的抓取策略，并且可以直接通过 CDP 控制日常使用的浏览器。它还能按域名固化操作经验，跨 session 复用，执行效率也比直接使用 CDP 更高。而且它是通过后台 tab 进行抓取，不会影响当前正在使用的 tab。至于 Codex 和 CloudCode 自带的浏览器插件，交互体验还可以，也比较稳定和安全，但效率确实偏低。Hermes 最近也添加了 Computer Use， 不过它的效率会更低一些，更适合作为兜底方案。所以我给 Hermes 单独配置了一个搜索抓取专用的 Agent， 这个 Agent 只安装搜索和抓取相关的 Skill， 默认工具优先级固定成3档，第一档先走云端 API 或者大模型自带的 Web Search， 第二档再走动态无头浏览器，第三档最后落到 CDP 托管日常使用的浏览器。这样既能保证搜索抓取的效率，也能提高成功率，同时它还能通过长期使用总结经验，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进化。
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所有内容。由于有些优化改动了 Hermes 的源码，不一定完全符合 Hermes 原本的设计理念，而且 Hermes 官方后续也会逐渐优化这些体验，所以这期就不分享具体代码了，主要分享思路和实现方式。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或者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期见。